是啊，真的非常重要。心防的部分，我想大家一定同意哦。这个如果大家透过中共现在在做一些认知战的部分，让我们自己内部做分化，它就可以有涉入的机会。其实这些渗透战的部分大概也是如此哦。从我们看路透社报道这个谢习章的共谍案的部分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也在俄语，甚至包含总统的行程、总统的随扈可能都有遭到这些相关的一些渗透。所以整个来说，这是非常多的一个问题要解决。我还是相信有非常多在坚守的保卫台湾人民、台湾土地、台湾共同价值的这些第一线的军人，我相信还是有非常多。只是说那怎么办呢？这种事情因为不断的发生，那这问于将军有什么建议吗？这当然我讲这就是退伍军人的价值所在。因为现役军人穿着军服的，不管他的阶级有多高，他是不可以自己对外发言的。他所有的发言要经过总政战局的同意，要经过部里面的核定，你才可以发言。所以一般的军人他是无声的一群，他是最有武力能力的一群，他有枪有炮，但是他不能说话，不能对外发言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提早退伍，因为通常以前提早退伍下来的这个老将军大概都60岁以上。退下来之后，他们的发言，那时候我在军中，我是少将，我听了，我觉得不对劲。为什么？他影响到我了。他曾经以前是我的司令，曾经以前是我的主官。他退伍以后，他到大陆去了，他到大陆去跟他握手言和，甚至回来在某些参会的场合，他会跟我们讲说：你们都不知道啊，现在大陆按照国父孙中山先生的10业计划，那铁路公路建得漂亮的不得了啊！现在他的这个进步的速度早就超过了台湾。我们台湾要拆一个房子，要做一个这个合宜建宅，要做个建筑物，搞个半天，民意这里抗议那里抗议。在中国，共产党说你拆就拆，少废话，不拆就把你关起来。言下之意，这样是对的吗？这样是对的吗？不讲民主，你的房子、你的财产说拆就拆。如果拆到你的房子，你开心吗？如果拆到你的财产，把你充公做道路，不补偿你，你开心吗？那当时因为我穿着军服，我不能这样对他说，我也不能对他这样讲，我更不能出来对媒体公开放话。所以我就想一想，我穿着军服的日子还有10年多。我如果这10年多我继续在军中从事建军备战，那就是一个点而已。那可以取代我升这个少将来带兵打仗的人太多了，但是可以脱掉军服到外面面对媒体，把这些真正属于退将的肺腑之言讲出来的人，我觉得敢说的不多因为我们出来，我跟彭笑大哥这样出来发表这些爱国的言论，支持政府的言论，我们是要挨后面的批评的。你要说你们是叛乱，对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会批评我们，我们是错的，好像我们两个是错的，好像我们是叛徒，我们是叛徒，我们是蓝皮绿骨。我就讲，如果你一直坚定的所谓蓝与绿，你心中就没有国家。你要爱护这个国家，你要守护中华民国，军人一定要超脱蓝绿，没有蓝绿的问题。所以说我们出来，我提早退伍就是这样，因为我算是最年轻的退将，我应该算是目前来讲最年轻的退将，但是我却有勇气出来说出中华民国国军基层单位心中的那个痛。你这些已经退伍，曾经是我们长官的人，到对岸听人家讲话，到对岸跟人家握手，到对岸做生意赚人民币，那请问继续在军中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这一群年轻的子弟兵，这群国军的真正的中坚分子，他心中怎么想？我在干什么？我的长官之前教我要这个反共，坚持民主立场，现在他到对岸去收共产党的果实了，那我们到底在玩什么？他会产生动摇，他心中对于这种为国保民、捍卫民主的这种决心会产生动摇，所以必须要有退将出来，在媒体上说出他们的心声。这些人生于台湾，喝台湾水，吃台湾米，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，让台湾永保自由民主，我们要有人权。这是这一群国军的战士，国军的民主捍卫者心中最想说的话。他心中没有所谓的中国国民党还是民进党，没有，他心中只有中华民国，他心中只有保卫人民的自由民主跟人权。这是国军的真谛，他穿着军服拿着枪杆要保卫的事情，而不是保卫哪一个党执政。那但是呢，在我们没有退伍之前，我们的学长出来讲的话不是这样子的，党国，国民党的政治这个生涯结束了，中华民国就要灭亡了。我们以前听到的，我们的学长上电视都是这样讲的。可是我们在军服穿着，在举光日看着，在电视新闻看着，我们心中在淌血啊，
这讲的什么东西啊？这不是我要的啊，这不是我穿军服的目的啊，这不是我牺牲青春捍卫中华民国的目的啊，所以会对我们对于国军、对于国家的信心产生动摇，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人勇敢的说出来。后来发现我并不孤独，还有彭笑大哥，还有很多跟我相同理念的人，因为我们开始出来说了，刚开始会挨骂，刚开始会被这些同胞、这些曾经在一起的这些长官不谅解，可是经过我们勇敢的说，讲出正确的话，我现在发觉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。军中的这些以前我带过的部属，我带过的学弟，我以前在官校带过的学生，他们纷纷到我脸书上面给我按加油。指挥官，你说出我们的心声，你讲出了国军心中对于国家的热爱。可我发现我并不孤单，而是以前我们没有勇敢说出来的这段时间，是国军感到沮丧，国军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产生的迷失，这是国家最大的灾难啊！所以我说，退伍军人、退将有没有责任？他有责任，他有坚定国军信念的责任。退伍军人、退将有没有什么作为一个目标？有，他有带领国军继续朝民主、自由、人权继续勇敢向前迈进的目标。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不是一个人做得到。所以不是说我们可以出来这个评论的人比较了不起，比较伟大，不是。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是这个做个起头作用而已。我们是抛砖引玉，我们希望更多退伍军人勇敢的出来讲出来你对国家的热爱，讲出来你牺牲青春、牺牲跟家人相处时间，我捍卫民主、自由、人权，我心中的那堂热血。要让这个热血在中华民国各地散布，这才是真正消灭共产主义，让这些解放军，让这个中共没有办法武力统一台湾真正的我们的力量。所以我讲，我们没有办法全面的去跟解放军做大会战，我们打不赢，他人太多，武装力量太强。但是我们可以制造台海这边的局部优势，我们可以守住民主，守住自由，守住人权，这是国军的不二价值。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军人读训。第一条，实行三民主义，捍卫国家，不容有违背怠忽之行为。第二条，拥护中央政府，服从长官，不容有虚伪背离之行为。第三条，敬爱袍泽，保护人民，不容有倨傲粗暴之行为。第四条，尽忠职守，奉行命令，不容有延误怯弱之行为。第五条，严守纪律，勇敢果决，不容有废弛敷衍之行为。第六条，团结精神，协同一致，不容有散漫推诿之行为。第七条，负责支持，崇尚武德，不容有侮辱贪鄙之行为。第八条，刻苦耐劳，节俭朴实，不容有奢侈浮华之行为。